随着2023年的到来呢，英国《太阳报》发布消息说，著名的预言家巴巴万加呢对2023年曾经做出过5个末世预言。巴巴万加就说地球的轨道将会发生变化。那么发生变化之后，地球会经历怎样的灾难呢？还有地球会经历一次大型的太阳风暴的来临，那会不会影响到地球或者是人类的生活呢？地球上的生化武器呢也越来越多，那人口的持续增长会不会被扼杀呢？有预谋者吗？而气候暖化呢会带来灾难，还适宜未来人类的生存吗？而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最后会导致停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巴巴万加的预言呢事关未来的存亡，而详细内容到底如何呢？让我们进入巴巴万加2023预言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巴巴万加的第一个预言呢，称地球的轨道会发生变化，而万物生长靠太阳，地球的气候变化亦是如此嘛。当地球绕太阳运动的轨迹发生变化的时候，地球的表面呢所接受的太阳辐射的能量也会随之改变，造成地球上气候发生相应的冷暖波动和风雨的变迁。但是如何去改变这种影响的存在呢？这种影响又会暗含哪些规律呢？一种叫米兰科维奇循环呢，是塞尔维亚的地球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米卢廷·米兰科维奇的气候变化理论而提出的。他就统计了地球过去数百万年的地球的离心率、转轴倾角和轨道的运动变化，就发现了这些参数与地球上的气候模式，尤其是冰川期呢，有非常大的关系。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首先就要知道地球的轨道3要素：离心率、地轴倾斜角度、岁差。那么离心率呢，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椭圆形轨道，但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动的范围呢，大概在0到0.07之间，那变化的周期为40万年到10万年之间，主要是通过调整岁差的振幅，进而影响地球表面接受太阳的辐射量。地轴的倾斜度呢，就是地球自转与公转的轴的夹角，它们一般是在21.5到24.5度之间缓慢变化，周期呢约4万年。那倾斜的角度的变化影响着地球不同纬度之间接受太阳能量辐射的差异。较大的地轴的倾斜角度意味着高纬度地区会接受更多的太阳辐射，而岁差呢是受太阳和月亮引力的影响，其变动的周期约为2.6万年。岁差的变化容易引起地表接受太阳辐射的季节的差异，所以对南北半球的气候影响正好相反。所以地球轨道的参数变化可以直接的触发冰河期的气候突变。研究者呢就利用复杂的气候模型，就发现在中等程度下的冰河期背景下呢，岁差影响北半球低纬度的太阳辐射，它就调节了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水汽的输送的强度，进而就调控了北大西洋的海表的盐度，引起了大西洋向环流的突变。同时呢，地轴的倾斜角度就影响了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年平均太阳的辐射量的变化，而调节了海表的温度，进而就控制了海水、大气、海洋之间的互相作用，而引起气候的突变。所以这些运动在方向上的变化会导致太阳辐射的抵达的地球的方向和数量的变化，所以最后就会导致呢地球的气候的变化的加剧，产生更多的极端天气。那么地球进入极端天气的环境呢，就会是极寒的。比如说地球进入小冰河期，之前的预言呢我们也讲过，地球会进入小冰河期嘛，最后就会导致农作物减少，导致饥荒、疾病，人类呢最终进入狩猎时代。在冰河期呢，食肉的动物就相对容易生存毕竟它们可以吃其他的动物嘛，但是食草动物它们就没有东西吃了呀。前几天宇哥看新闻呢，就在北美那边居然有活鹿呢被活活的冻在了路上，仿佛冰雕一般。其实呢它是真实的活鹿被冰冻直立在了路上，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是否我们将会面临极大的考验呢？第二个预言呢，巴巴万加说会经历一次超大型的太阳风暴的来临。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1859年发生过的卡林顿事件，一位名叫理查德·卡林顿的英国科学家呢，就发现太阳的表面赤道附近就出现了一大群黑子，突然爆发出明亮的白光。那么17个小时之后，地球就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地磁灾难，整整持续了8天。导致了当时最先进的通讯设备、电报机都纷纷起火，很多地方连电线都融化了。那么这场地磁灾难呢，是由太阳耀斑引发的超级太阳风暴而袭击地球造成的。整个地球被笼罩在极光之中，所以天空被绚丽的色彩照亮，电报机着火，电塔发出火花，一些电报机甚至开始了自己收发电报。而洛杉矶金矿的矿工们都以为天亮了，都起床开始准备早餐。其实呢，是夜晚的天空被极光照亮，人们可以在明亮的夜晚看报纸。
科学家们就相信呢，如果在今天发生这样的超级太阳风暴啊，可能会重创电力、电子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而导致2万亿到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最近呢，英国的华威大学和英国南极调查局的一项研究报告就说呢，我们可能有些高兴得太早了。根据科学家们的估测呢，地球平均每3年就会发生一次严重的太阳风暴，而每25年就会发生一次超大型的太阳风暴，而现在呢，已经超过这个期限了。所以超级太阳风暴撞击地球的速度是可达每小时150万公里以上的，最快可以在爆发后10多个小时就抵达地球，对地球的供电设备、电子电器、通信设备、互联网、金融系统、卫星、空间站、GPS 等都造成严重的伤害，会导致整个现代社会呢暂时瘫痪。那为什么会发生太阳风暴呢？所以首先太阳的质量是很大的，所以太阳的内部的能量，其能源也是非常多的。与其说太阳在燃烧，还不如说太阳的内部的核聚变在反应。所谓的核聚变反应呢，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原子核相互碰撞而引发的反应，同时呢还会损失一部分能量，而这部分损失掉的能量呢，就会转化为太阳风暴而释放出去。所以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就发现呢，在太阳内部的温度高达1500万摄氏度，地球呢将会进入极热天气，热浪呢会给城市带来危险。而城市的热岛效应就放大了影响，所以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极端的高温呢建造屋顶花园、种植树木、将街道呢刷成白色等等。但是热浪呢将会影响世界各地的植物生长。除了极热天气呢，还有强降雨天气，所以世界各地呢将会发生不同的洪水、泥石流。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呢，我们的地球呢是夏天呢越来越热，冬天呢会越来越冷，人类的生存呢将会面临极大的考验。而第3个预言呢，他说的是生化武器。生化武器其实就是利用生物药物来消灭生命体，破坏动植物，这就是所谓的生化兵器嘛。一旦病菌侵入体内呢，就会迅速的滋生，而导致身体机能的崩溃。因为它的危害实在太大了，以至于造成致命的伤害，因此它被列为了唯一的武器。在历史上有很多关于生化武器的记载，比如说1346年呢，鞑靼人呢在入侵克里米亚的过程中就使用了瘟疫，法卡城当时就被攻破了。原来是因为一名士兵染疫被杀死了，他们就把这个士兵的尸体就抛进了这个法卡城里，最后呢瘟疫蔓延了整个城市，所以当时的守军呢就放弃了城市。而18世纪英国侵略加拿大，印第安人顽强抵抗，结果他们在印第安的部落里就传播了一种天花，使得印第安人不战而败，这也是殖民统治者的一个不光彩的记录。虽然这个预言发生的几率很小，生化呢让人类对科学充满了信心，但同时也充满了担忧嘛。如今全球的局势如此紧张，谁能说得准会不会发生呢？因为最近地球上有2国之间的矛盾威胁正在吸引着全球的注意力，所以有人警告说可能他们会使用核武器，而西方国家则警告说这可能会造成核电厂的灾难，称这个处于战争状态的核电厂很有可能会发生核泄漏。如果2023年一座核电站爆炸的话，周围的人都有可能会被核辐射污染，受到核辐射的影响呢，周围可能会达到100公里左右，因为核辐射会影响到几百万人的健康嘛。第4个预言呢是地球环境与气候危机。在2023年呢，欧洲部分地区会发生大洪水，澳大利亚、加拿大呢，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火灾，欧洲呢将会遭受新鲜的蔬菜食品短缺的困扰。所以今年的地震将会是历史性的，甚至可能会引发海啸、火山爆发之类的自然灾害，而这些灾害会产生很大的伤亡，所以住在火山或者是地震带附近的人们一定要小心。因为新西兰的一名导游唐纳森呢，于22年的9月9日呢，在新西兰南岛的金湾的沙滩上就发现了一只约4米长的大王乌贼。由于大王乌贼呢是平时生活在海平面600到900米深的深海的，如果突然会出现在海面上，通常呢会被认为是地震的前兆嘛。真实的案例就是日本秋田县在2016年也出现了一只3.22米的大王乌贼，结果呢隔几天呢就真发生了3级地震。而2020年呢，也发现了一只3米多长的大王乌贼呢，没想到4天后也发生了6.3级的地震。所以地震呢，是我们需要小心和注意的地方。而在23年可能还会发生大的水灾，会更加频繁的出现反常的气候现象，尤其是在内陆地区。因为地球呢，在夏天会进入高温，冬天呢会进入一个小冰河期。所以在夏天呢，欧洲和亚洲部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高温袭击。而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夏天很热，冬天就很冷嘛。第5个预言呢是人口下降归零危机。人口的出生率越来越低社会老龄化呢也越来越严重，新鲜的血液呢只能够从外部输入，所以民族的传统和民族的主题呢也会逐渐的被外来人呢所取代。
例如现在的法国呢，就是大家都不愿意生育，最终呢引进了许多非洲裔的群体呢，开始成为了法国主体的民族了。而现代人类呢，在科技发达的面前呢，很多人都放弃了生育。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就提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理论，他认为人口的增长率呢是呈几何级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呢被消灭掉，比如说瘟疫、饥荒、战争等等，这是人类无法突破的生态墙。然而工业革命呢，使粮食增长率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所以这个理论呢，无法解释盛世中的人口困境嘛。但另外一位动物行为学家约翰呢，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进行了一场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而约翰就认为呢，马尔萨斯理论是有局限性的，于是他就开始设计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动物实验，试图呢探究种群数量过多呢行为会影响而产生的后果。实验的对象它就是老鼠，因为老鼠跟人很相似，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他就建造了一个长宽高均为2.5米的巨大型的方形盒子，盒子呢被分成了16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呢都有一个饮水设备、一个投食器，还有一个老鼠窝，可以容纳3800多只老鼠。约翰呢就把这座人工乐园命名为25号宇宙，是因为此前他已经建造了24个类似这样的盒子，但都让老鼠的事件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周而复始。所以这一次呢，他就创造出了25号宇宙而把这个事件呢物资无限，但却得到了更可怕的结果。起初呢，约翰将4公4母呢8只健康的小老鼠放到了这个乐园中前10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差不多每55天呢，老鼠的数目会增加1倍，同时老鼠的群体呢也开始逐渐的分化了。有些健康的雄性呢就开始有了主动权，他们将母老鼠占为己有，而且不允许其他任何的雄性老鼠进入他们的地盘。可是当实验进行到第315到560天左右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约翰把它们叫做停滞期。在这段时间里，老鼠的数量的增长比之前缓慢了3倍，它的行为和精神都发生了变化。此时的雄老鼠分成了2种，一种是不受支配地位的这个雄老鼠，一种是有一定数量的雄老鼠，它们很有力量，占据了最舒服的鼠巢和大量的母鼠。那么这些不是同一等级的雄性呢，就被排挤到了这个25号宇宙的中心地带，那个地方没有巢穴，只能睡在外面。它们中的一些经常会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醒来的时候呢，只会吃东西、喝水、梳理毛发，对周围的老鼠视而不见。它们看上去呢是封闭的、自我陶醉的。而约翰把这种无支配地位的雄性老鼠呢叫做梦游。这与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是不是很相似呢？每天上班、下班、吃饭、喝水，住在盒子一样的公寓当中，封闭、自恋，很少与人交流，这何尝不是现代人的一种写照呢？而在这个期间呢，作为领主的雄性的老鼠呢，就更加具有攻击性，有时候甚至还会袭击母老鼠。而母老鼠们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有些呢甚至将自己的孩子呢扔到老鼠窝外。最奇怪的是，更多的母老鼠会因为受孕而丧失生育能力，有些母老鼠的子宫呢还会吸收胎盘。在第560天的时候，25号宇宙呢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老鼠的数量达到2200只的时候，这一数量持续了大约40天。到600天的时候，死亡率就完全超出了生育率。那个时候呢，老鼠的数目就开始疯狂的减少。到了第1588天的时候呢，25号宇宙中就仅存老鼠只有27只了。这个时候呢，即使你给它们加入了新的母老鼠呢，它们也不再会生育了。到了第1700天的时候，当最后一只小白鼠死去的时候呢，25号宇宙也随之灭亡。在一个没有天敌、没有疾病、充满了食物、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25号宇宙为何还会毁灭呢？约翰对此的解释就是堕落。他认为在一个太密集的社会中即使不能饿死、不能够逃避的环境中，他们也会停止挣扎，变得迟钝，变得更加封闭，更加暴躁，更加的具有侵略性。最后呢，他们的精神崩溃而走向了灭亡。看完这个实验呢，很难不把实验的结果与当今的社会联系在一起，因为实验中老鼠们的种种行为就特别像当今的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现在就是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社会地位固化。如果要给人类文明画一个时间轴的话，我们现在很可能就处在25号宇宙的停滞期迈向消亡期的这个过程了。这会是人类的结局吗？谁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当然了，以上的预言呢，很有可能是古人呢对未来的猜测和想象。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应该都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嘛。因为人对身体有强烈的执着，大家都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自己的。为了讨好这个身体呢，有的人就会产生贪嗔痴的念头，因为贪嗔痴产生种种烦恼而造出种种恶业。结果到了临终时刻呢，所有的世间的名利都无法带走，只有业力呢如影随形，牵引死者投身于相应的六道，所以如此反复。而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思考自己这一生呢？那么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
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